只是，这宫中哪来的刺客，好生奇怪。是啊，如何进得来呢？翊坤宫昨夜闹刺客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微臣失职。闹刺客，都闹到朕的皇贵妃宫里去了。李云彻，微臣在。你带人肃清宫闱，仔细寻访。是。奴婢立心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主儿请您往启祥宫用膳。知道了。嘉贵妃可觉得好些了？有您陪伴，主儿自然好些。窗户一定关严实了。是。翊坤宫出了一次乱子，断不能有第二次，门禁需格外森严。奴才明白。主儿，李公公来了，请。皇贵妃娘娘安。皇上这个时候在午睡呢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皇上在启祥宫，嘉贵妃陪着说话呢。皇上请您立刻过去一趟。哦，过几日就是皇上的万寿节了，本宫正有事儿跟皇上禀报呢。皇上，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坐吧。请皇贵妃安。几日不见嘉贵妃，肚子越发大了，起坐更要小心些。多谢皇贵妃关怀。皇贵妃，听说你最近常去安华殿祈福。是。大师难得入宫，臣妾想时时去安华殿为战士祈福。皇上，臣妾也为了腹中阿哥平安落地，每日都将臣妾所抄经文拿去安华殿请大师诵读。虽说大师是修行之人，可毕竟也是男子，所以臣妾从未亲自入内。说来，还是皇贵妃比臣妾更加诚挚，晨昏必至，十分虔诚。难怪大师都与皇贵妃极有眼缘，什么供香啊、手串呀，也只送给皇贵妃所用。大师确实赠予本宫一盒供香，至于手串，本宫并未见过。皇贵妃还真是会避重就轻，供香而已，认了也便认了。真说啊，进来。皇上万安，皇贵妃娘娘安。起来。皇上，前几日奴婢奉主之命去安华殿祈福，恰好碰见皇贵妃娘娘与安吉大师举止亲密，窃窃私语。随后，安吉大师将一盒供香、一个青铜香炉交到皇贵妃手上，并将此串手串亲自戴在皇贵妃手腕上，以作定情信。皇上，臣妾并未见过此物，你如何就认定它是定情之物？既是定情之物，又怎会在你手上？真叔只不过是说出所见而已。这个定情之物，是臣妾与这个方胜一起拿到的。朕已经看过了，拿给皇贵妃看便是。
智莲怀袖中，莲心彻底红。一郎郎不至，仰首望飞鸿。得君手串相赠，已知两下之情。此物凭所心，待与君为证。君若有心，今夜候君于翊坤宫东暖阁。嘉贵妃，这又是何物？你从何而得？这方圣上的萱草图案，原是取同心双合之意，是被那日追捕刺客的侍卫捡到的。他们看过之后惶恐不已，便交与臣妾。臣妾哪敢多看一眼呀，便只能交与皇上定夺。皇上看过之后，也找侍卫查证过了。皇贵妃，你可看仔细了，这洒金红梅剑可是内务府只供翊坤宫所用，也只是因为皇贵妃喜爱梅花。这同心结还是次要，重要的是上面的字迹。这西洲曲的前几句，是讲述女子对情郎的相思，又有这同心结，还有莲子为证。不过嘉贵妃也说了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最要紧的是，这字迹像是皇贵妃的。皇上，这不是臣妾写的，不过字迹确实与我的字相似。皇贵妃的书法是师从魏夫人的簪花小字，宫中嫔妃无人学过，所以也无从仿起。要是惠贤皇贵妃在的话，也许还能临摹几许。不过惠贤皇贵妃早已驾鹤西归，所以再无旁人了。这上面的字迹是不是皇贵妃的，皇上自然认得。至于这手串嘛，臣妾猜想，许是作为信物引刺客入翊坤宫相聚所用。谁知被人发现惊动，受到惊吓，落荒而逃时落下的。皇上，臣妾并未做背弃您的事儿。皇贵妃，这刺客在时，你正在做什么？臣妾在准备安寝，有所心为证。嘉贵妃，你问过安华殿，当时大师又正在做什么呢？大师以静修为由，将自己闭锁在安华殿2楼，不许他人出入。可以大师的功力，从2楼跃下，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皇贵妃，你沐浴之后便要安寝，想必这刺客也是算准了时候来的。这前几日真书刚撞见大师赠你手串，这没过几日，就出了这刺客夜入翊坤宫之事，且有侍卫撞见。这刺客穿着与大师极为相似的衣袍，加之这信签上的诗句，皇上，这许多事堆加起来，未免也太过巧合了。朕相信这世间自然有巧合之事，所以这件事情，朕自然会清查。皇上，既是私通之事，臣妾为何不叮嘱宫人？发现刺客大叫的，为何竟是臣妾的长侍太监三宝？私通密会这种丑事，岂会人尽皆知？自然十分隐秘。若有无知之人喊了起来，也属正常。皇上与本宫情好，为何要与旁人私通？皇上久不进后宫，皇贵妃日日与大师相会，日久生情也是有的。皇上，臣妾去安华殿只为大清祈福，别无他意，还请皇上明鉴。皇上，既然这信签上提到锁心，就将锁心送入慎刑司审问，以求明白。皇上，锁心不能进慎刑司。皇贵妃难道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好了，事情还未查实，这件事情还扯不上慎刑司。皇上，我也是为了皇上着想。皇上为战事祈求祥瑞，请大师进宫，谁知大师竟与皇贵妃生出这种不耻之事。这种心术不正之人祈福，战事岂会顺遂？别说了，皇贵妃，你先下去歇息吧。臣妾告退。
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本宫哪里会知道？回宫再说。皇贵妃娘娘小心身子要紧，索性小心送娘娘回宫。皇帝这件事办得还稳妥，试射南域圣地来的大师，不能轻举妄动。本来请大师入宫，就是为了求战事福祉，儿子不会轻动。傅家，传哀家的旨意，先查查各宫里有什么动静，再留意安华殿人员的出入，不可妄生风波。是。其实，除了皇贵妃有嫌疑，宫中不少宫女也很仰慕大师。这一次夜里大师私闯宫中，也许是与宫女私会，才会误入翊坤宫。看来皇帝还是很维护皇贵妃，虽然有误证，却也不肯轻易下断论。安吉大师远来是客，咱们不能轻动安华殿，那就借此倾诉后宫，看看宫女们有什么不检点的。如果真有不安分的，那就打发出宫。是，奴婢即刻去办。这是非怎么总是跟着咱们呢？后尾悬着，是非就会不断。也是，像纯贵妃那样的老实人都会去争，更何况是旁的人。看来孝贤皇后崩逝，纯贵妃失宠，嘉贵妃也动了心思了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你去吩咐李煜，让他看看告发我的那些东西里边有何不妥。是。请皇贵妃娘娘安。皇贵妃娘娘，后宫闹了刺客，怕是宫女们行为不检惹出来的。太后命奴婢搜查东西6宫，以证清白。有劳姑姑了。福家姑姑，奴婢是翊坤宫长侍宫女，姑姑可先从奴婢的房中查起。姑娘方便我等行事，多谢了。来，宫女住的每间屋子都好好的查一查。是。姑姑请。这事你怎么瞧？皇上，奴才不知事情原委，但总觉得皇贵妃不是这种人。这朕也知道。恕奴才多嘴。皇上这么问，恐怕也是心中有疑惑吧。皇贵妃是朕亲自挑选，情分不同。虽然有数样误证，但朕也不能全然相信皇贵妃与大师有私情。事关皇贵妃名节，皇上慎重一些也是好的。所以朕请皇额娘来处置。皇额娘虽然对皇贵妃不甚喜爱，但到底笃信佛法，不会轻易偏私。皇上还是很心疼皇贵妃的。
请嘉贵妃安。姑姑何事啊？嘉贵妃请恕罪，后宫里闹刺客，怕有宫女儿不检点，须得查一查，才惊扰了您安胎。皇贵妃宫里都查了，本宫这儿也没有不查的道理。姑姑请吧。那就叨扰了。站住！你这手上戴的什么呀？佛珠。这大小，不是女子可以戴的吧？哟，看着可像男子戴的佛珠，可要瞧仔细了。这蜜蜡佛珠的成色绝佳，是上上之品，绝不是宫里的太监、宫女能拥有的，也不是皇上素日用的尺寸。这个佛珠是哪儿的？说清楚！姑姑饶命！这下可好，捉贼捉赃。姑姑请便吧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姑姑，我不是偷的。启祥宫上下搜了，我真的不是都没偷的。查出。姑姑饶命啊！这个丫头的佛珠来历不明，必得好好查问。奴婢先告退了。有劳姑姑了。皇娘，冰室那位宫女艾尔，查问的怎么样了？是个胆小的，夫家一问就全招了。那佛珠是他向大师的弟子安多求来的，为了给自个儿祈福，日夜带在身上。这男子的佛珠，这样贴身带着，这艾尔实在太不检点。这安多轻易将贴身之物许人，也太过于轻率。会不会，这安多才是夜闯翊坤宫之人？那夜安多在安华殿守灯，好多人都瞧见的。再说，艾尔住在冰室那儿，安多即便要跟他有私，也不会去翊坤宫。皇娘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置艾尔？鞭打100，命河宫宫人旁观，以作训诫。是。现在查出来，这宫中闹刺客之事与宫女们无关。那皇贵妃那里，皇帝，你还得细查。儿子明白。对了，嘉贵妃得了物证给了你，那东西呢？那些污秽东西，不堪入目，全都封了起来。